发现老公出轨以后，我没有哭，没有闹，直接去小三所在的小区拉了条横幅，李家有女生爱我福作为正妻，特来替夫提亲纳妾。后来小三跟老公都被赶出了家门，我成全了他们的真爱，他们也自此失去了优渥的生活。闺蜜李圆圆生孩子了，我带着老公赶去医院看她。李圆圆是我多年的闺蜜，去年突然未婚怀孕，我问过好几次孩子的父亲是谁，她都只哭，不肯说出对方的身份，只说孩子的父亲不要她了，她要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养大。我一边心疼她即将作为单亲母亲的辛苦，一边给钱给营养品，只为了给她减少压力。她生孩子是昨天半夜，我跟老公在外地出差，听说了消息，今天一大早就从外地赶回来去医院看她。曼曼，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回来了？李圆圆的妈妈徐阿姨见到我很吃惊，前2天出差前我们还见过。我笑着摇摇头，圆圆生孩子了，我不得回来看看，我还要当孩子的干妈呢，哈哈，这些年也就你们俩关系最好。许阿姨见我这么说，笑得合不拢嘴，你先坐，我去给圆圆打饭。她旁边的一个小婴儿床垫上正躺着一个小宝宝，我有些兴奋的快走了2步，真生出来了。圆圆，你是英雄妈妈呀。我一边看着那孩子，小家伙皱巴巴还挺可爱，一边抬头想看看孩子妈妈的情况，可是抬头正好看到李圆圆正深情满满的看着我老公，而我老公周贺此时似乎也很激动，我甚至能够看到他眼眶泛着泪珠盯着我身边的孩子，心头猛然一跳，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滋生。我微微皱眉问道，老公你怎么了？周贺愣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可能过于不自然，他1秒钟变化的表情没什么，只是看着孩子有些感慨，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宝宝？他走到我身边，俯身一脸爱怜的看着床上的婴儿，那表情倒像是喜得贵子的父亲。我想他是不是太想要孩子了，心里难免有些愧疚，因为工作原因，我们要孩子的计划一直在推迟，压下心中的异样。我笑着逗了一下圆圆的儿子道别，看皱巴巴的，但从五官来看，能看出是个小帅哥呢。闺蜜闻言很开心，甚至笑得有些羞怯，这孩子像爸爸好看，她笑得甜美，而我的心却沉了下来。因为李圆圆说这话的时候是看着我老公说的，而我老公也同样温柔的看着她，两人的眼神像是能拉丝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味道。我低头再次看了一眼这孩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真觉得这孩子跟我老公长得挺像的。看着旁边两人逗一逗孩子又互相看一下的粉红气氛，我不想再骗自己了。许阿姨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要帮忙的。老公，你在这里看着圆圆，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现，体贴的安抚了一下，张圆圆便走出了病房。我能感觉到身后两人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他们在期待我的离开。出了病房，我假装往楼下走，却听到了周贺急促的脚步声。来到病房门口转角的声音，余光甚至看到了那人探出头来观察的样子，我不敢相信自己所想所见的。过了一会儿，又悄悄地回到了病房门口，却没有着急进去，而是贴着门缝听里面的声音。老公，你可算来了。李圆圆娇滴滴的声音响起，那声音甜腻的，像是喝下了10斤白糖水。老婆辛苦了，老婆真棒，给我生了这么个大胖小子。周贺的声音里藏不住的兴奋，不过片刻后，他又沉声道，你下次注意点。刚刚艾曼都差点发现了不好吗？正好你跟他离婚，成全我们。李圆圆不以为意，甚至声音里说不出的得意。见周贺不答，他冷笑道，怎么，你不会是舍不得吧？你真舍不得你，要是舍不得，那我就带着咱们儿子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见你儿子。别闹，我怎么会舍不得呢？只是你也知道，现在家里的钱都在艾曼手里，我们签了婚前协议的，现在离了婚，我什么都拿不到，到时候我拿什么来养你们母子？再等等，等时机成熟了，我就踹了他跟你结婚，结个婚还签婚前财产协议。这个艾曼太奸诈了。李圆圆明显不满，后面的话声音小了许多，我没听清，但是能感觉不出不是什么好话。我整个人气得发抖，想冲进去大骂这两个人忘恩负义。刚认识李圆圆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说我给他工作，他做不好，我就在公司给他安排了个闲职给他，让他白拿工资养着他，知道他怀孕以后，更是给他放带薪假，让他不用去公司，在家休息就好。而周贺，我们是从大学走出来的情侣，大学毕业他就跟我求婚了。我爸是有些看不上他的，因为家庭和能力，他是一样，没有只一点对我好。我本来觉得有这一点就够了，所以不顾我爸的劝阻，答应了他的求婚。被我爸知道以后，差点没把老头子气进医院。后来他要求我们签婚前财产协议，这才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当初我爸也不是没给过他机会，只要他能拿出合适的企业计划，我爸承诺投资让他创业，可是他拒绝了。他提出想进我家企业上班，可是我爸根本不同意，说是去我家企业可以，但是不能担任重要职位，所以这些年我们俩大有我主外他主内的意思。可是当初是他自己说的，他没有什么野心，只想天天陪着我。谁知道我信了这两个人，却也被这两个人骗得这么深。我没有再回病房，
从刚刚周贺的话里，我知道这人一定没有表面上那么无害，他肯定做了什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这个时候如果闯进病房跟他们撕破脸，我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损失。我是一个商人，做任何事情都会权衡利弊。离开医院了，我第一时间回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让助手洪梦帮我调查周贺在公司里的动向。他是几年前我从 S 市挖过来的刑事干练最重要的事，他曾经也被渣男霍霍过。最后渣男很惨，在斗渣男这件事上，他有经验，在听说了我的事以后，他义愤填膺并赞赏。我没有当场去跟他们撕破脸是对的，他说这样的人就不能轻易的放过。当下班后回家，周贺却还没回来，估计这时候应该在李媛媛的温柔乡里，享受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馨，他们甚至没问题一下，我为什么突然离开？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到家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他明显愣了一下，我甚至看到他肩膀不自觉的抖动了一下。老婆，你今天怎么突然从医院离开了？我在医院等了你一整天，反应很快。他佯装生气的来到我身边，想要来抓我的手臂。我实在是忍不住心中的恶心，一把人推开，脏死了，别碰我。周贺的表情一僵，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老婆怎么了？他眼珠子死死的盯着我，但我还是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心虚。你从医院回来，身上不脏吗？我压着火气，点了点他的肩膀，去洗个澡，消个毒。其实平日里我没那么多事儿，但是现在就是不痛快，却因着不想坏事，所以只能在别的地方给他找个痛快。听到我这么说，周贺似乎是放心了下来，他轻笑一声，好，都听老婆的说了，还想来亲吻，我就被我躲开了。他要去洗澡，习惯性的把外套脱了下来，手里却拽着手机，看着情况是打算把手机带进淋浴间。我眯了眯眼睛，知道这手机里一定是有东西。周贺在浴室洗澡，洗了小半个小时，这不是他的正常速度。我没有去催他，反而是检查了一下家里的监控。这是洪梦提醒我的，监控这东西总能记录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周贺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床上睡好了，他有些意外，我的冷淡也许是心虚，今晚的他显得格外热情，甚至上前搂着我问我要不要也要个宝宝。我愣了一下，想起医院里的李媛媛的孩子，只觉得一阵恶心。再说吧，挺热的，你别靠着我，我手脚并用的。把他推开，指着床头柜上的牛奶，喝了牛奶，再睡吧。周贺睡眠不太好，所以每晚我都会要求他喝一杯牛奶，提高睡眠质量，所以他也没有怀疑。虽然他也疑惑今天我的冷淡，但是看着我为他准备好的牛奶，似乎又放心了下来。喝完牛奶，我以工作太累想早点睡为由，拒绝了他的亲近，直到旁边的人呼吸慢慢变得绵长均匀，我才缓缓地睁开眼睛，轻轻地推了他一把，他并没有反应，只是没想到第一次查手机竟然还是用了这样的方法。我轻轻地拿出他的手机，输入密码，我的生日很可惜，密码错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换的，但我想到了另一个密码，李媛媛的生日顺利解锁。深吸了一口气，我怕自己忍不住砸手机，过了好久才点开了他的微信。微信里两人的聊天记录很干净，几乎都是关于我的事，看不出一点暧昧。可是我知道越是干净，越是有鬼，没有丝毫的停顿。我点开了支付记录，里面记录了周贺的每一笔收入支出。这些账目很可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我，而支出几乎全部给了李媛媛里面那些5200、1314等等特殊金额的明细数不胜数。我自虐式的一条一条的翻，到了两人最早的一天，转账记录金额是5120，时间是在2年前。离开公司的时候，侯梦提醒过，如果发现有转账记录，一定要拍照留证，这些都是可以要回来的。我仅仅是拍照，这些赚款记录都弄了整整1个小时，看来周贺从我这里拿到的钱都用来养李媛媛了，还真是好笑。两夫妻一起养同一个女人。最后我点开了他的支付宝金钱往来，想必更多的是支付宝，不过意外的是在支付宝里，我没有找到李媛媛的记录，却看到了他给另一个人的转款记录，每个月都有，每一次都不少，从几万到10几万的都有。更让我意外的是，这个账号竟然还是一个企业的账号。作为一个商人，我敏锐的意识到这件事不简单，连忙拍下这个账号的信息，打算交给洪梦去查。从这天以后，曾经总是跟在我身边的周贺总是以各种理由不去公司，我知道他是去医院照顾李媛媛去了，对此我并没有拦着他，甚至还安排了私家侦探去看着拍下证据，而我倒是没再去医院，每天到公司处理公务，同时跟侯梦一起调查周贺瞒着我做的那些事。李媛媛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无疑都是她儿子的照片小视频。她问我这个干妈为什么不去看他，有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把私家侦探发给我的他们俩在医院里相处如同夫妻的照片给他，最终还是咬牙忍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太忙的原因，最近这一段时间我没有跟周贺怎么联系，他倒也没问我。以前无所事事的他，现在每天早早出门，也不去公司，晚上才回来。一开始还会找各种借口跟我解释每天的行程，后来发现我不问，他更肆无忌惮了，回来的越来越晚，晚上回家还会想要跟我亲热，却都被我一一躲开了，他也并不在意。
有时候心情好，他还会肆无忌惮地跟我聊聊李圆圆的孩子。他说那孩子一看就有出息，让我给孩子准备一个像样的满月礼。我心里冷笑，嘴上却答应着，放心吧，我会给他们母子准备一个盛大的满月礼的。他似乎看出来我眼里的不屑，有些疑惑道，怎么了？你不喜欢李圆圆的孩子吗？还是老婆，你自己也想要孩子了？他笑着朝我靠近，为了大局，我本应该忍受他的靠近，可是我真的忍不了。在他靠近我的瞬间，我直接跳开了。我想这一定比我大学时的跳远比赛还要灵敏。我愣住了，而周赫也愣住了，他皱着眉头问，我老婆怎么了？你最近都让我碰你，因为觉得你恶心我，却不能这么说。没事，只是看到李圆圆生孩子了，有些紧张，对不起，我还没有做好生孩子的准备。我有些烦躁的开口解释，或许这个解释真实的符合我的人设，所以他相信了。我看到他松了一口气，道，宝宝放心，在你没准备好之前，我不会催你的。他甚至自以为体贴的对着我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那笑容让我想吐。当天晚上，我就以恐惧生孩子为由，想分房睡，搬去了客房。他表面上露出不舍的表情，但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心情更好了，也是没有我在身边更方便。他跟李圆圆沟通了。早上躺在床上，我打开了手机里的监控 app， 看到了隔壁的周赫。他洗完澡出来，专门确定了一次房门是否关紧，还给我发了一条消息问我在干嘛，我猜他是想确定我有没有睡着，所以没有管他。果然见我没回应，他拨通了李圆圆的微信视频，我看不到视频里李圆圆的情况，但是能听到声音，老公今天怎么有机会给我发视频呀？今天晚上我跟艾曼分房睡，他睡隔壁影响不到我们对面的李圆圆很惊讶，分房睡，你们吵架了？不是他，大概是看你生孩子辛苦怕了，有了心理阴影，说想分房住几天。周赫眼睛一直盯着手机里的李圆圆，满眼睛是温柔。对面的女人嗤笑一声，一个不肯下蛋的母鸡还当自己是个宝贝，就是明明我得圆圆才是宝贝，那你还要多久才能跟他离婚？带我跟儿子回家呀！李圆圆娇声媚语，隔着监控都让我觉得恶心。快了，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周赫自信的拍拍胸脯，宝贝儿，再等等，很快我们就能在一起了。看着视频里那两人情意绵绵的模样，我强忍着怒意按灭手机，强迫自己睡下。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周赫已经离开了，但是他给我做了早餐，并留了字条。老婆，我有事先出去了，桌上是专门给你煮的粥，记得喝哦。我看了一眼桌上的小米粥，没有动，而是打电话让生活助理给我买早餐过去，挂了电话。鬼使神差的我点开了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就是李圆圆的朋友圈，是一张小米粥的照片，配文是爱心早餐，这是一点也不避讳啊，都没想过屏蔽我一下。也正是这条朋友圈，让我想起过去2年里，他每次发一些恋爱相关的朋友圈的时候，都是周赫有事不在我身边的时候。那时候我还问过他什么时候谈的恋爱，让他把对象带给我见见他，只是红着脸说还早呢。本以为是闺蜜暗搓搓的秀恩爱，现在才发现原来是他对我无声的挑衅，可笑的是我竟然没有发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先翻了桌上的小米粥，砰的一声，小米粥洒得满地都是，还冒着热气。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瓷片，眼里更冷了，发消息让家政阿姨记得过来打扫，便出了门。来到公司，侯梦已经在等着我，她拿出一份文件塞进我手里，又把助理带给我的小笼包塞进我嘴里。我挑眉看向他，问他到底在着急什么，结果看到文件的内容，气得差点撕掉文件，转身出去找周赫算账。之前我们就发现周赫自己在外面偷偷开了一家公司，并且偷偷把我们公司的客户引到他那家小公司。最星号的就是因为他是我老公，所以很多客户都以为那是我的公司，虽然没给过什么大项目，但是小的项目也没少照顾。只是我没想到他会早点给李圆圆想要的生活，竟然会偷我们公司的机密给对手公司，从而拿到自己想要的项目。你怎么拿到的？我揉了揉太阳穴，问道。洪梦轻笑一声，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东西是众意的，吴总给我的。众意，也就是我们的对手公司。我意外的看向他，真的。侯梦点点头，吴总说他一直很佩服你，一个女人能把公司做大做强，是一个不错的对手。他看不上周赫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我不禁有些好笑，连对手都能眼看出周赫这人不入流，而我却爱了他这么些年。不过也幸好吴总看不上周赫的手段，不然怕是要被周赫坑惨，因为他自以为的机密其实并不是我们的核心机密，那东西连我都不知道，一直掌握在我爸手中。不过因为担心周赫乱想，觉得我爸不信任我们，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没告诉他，想不到反而让我借此抓住了周赫的把柄。我让侯梦去跟吴总联系合作，只要他愿意帮我对付周赫，我愿意把目前正在做的一个大项目分一杯羹给他们。侯梦点头表示，艾总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不知道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最近的周赫特别精神，我们白日里几乎见不着，晚上他回家都是哼着小曲，心情不错的样子。最近我们分房睡，他也没有主动喊我回去，每天回家都是喜气洋洋的，却不再搭理我。
以前那个温柔体贴的好男人形象全无。这天晚上，他甚至躺在沙发上冲我嚷嚷，让我给他倒洗脚水。我站在沙发前，看着这男应该是喝多了，还不清醒，把梦话说出来了。我冷笑一声，端起杯子泼到他脸上，你刚刚说什么？他被泼了一脸，正想破口大骂，却看到端着杯子的我，瞬间一个机灵的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嘴里慌张道，老婆，怎么了？没什么，刚刚你喊我给你倒洗脚水呢，我寻思着你是不是没睡醒叫醒你，问问他脸色铁青，脸上也染了些怒气，但是却没有冲我发火，而是好脾气道，老婆，你应该是听错了吧，我怎么会这么说呢？谁知道呢？我放下杯子，转身往客房去。进门前，余光瞥见周鹤征神色冷漠地盯着我看，眼里是浓烈的恨意。我变得眼神吓了一跳，赶紧进了客房，把门锁上了。回到房间，我有些紧张地给洪梦发了消息，说明了现在的情况。洪梦一边安抚我的情绪，一边让我准备出差。这样一来，能够远离周鹤，他这种心思深的人，实在是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另一方面，也是给周鹤一个机会，让他以为自己成功了，好露出更多的马脚。原来他今天这么高兴，兴奋中还让我给他倒洗脚水，是因为今天众毅跟他的合作已经快要达成。他那个小公司只要搭上众毅那条大船，就可以直接起飞了。梦想成真，他怎么会不高兴？只是他那家公司的所有开销都是从我公司走的账，我倒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财务那边的关系。这段时间我跟鸿蒙时刻注意着财务经理那边的动向。我是后来才想起来，现在的财务经理是李媛媛介绍进来的亲戚，远房表姐还是堂姐来着，不记得了，因为一直在公司比较安静，我都快忘了这号人物了。第二天早上跟周鹤提起出差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了他身体的兴奋，但他强行压制了这份兴奋，有些为难的看着我老婆怎么办？我现在手头里还有点事，不能跟你一起出差。我目光森森的看着他的眼睛，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好像比我一个公司老板还忙？男人眼中一闪而过的阴霾，我只当没看到。他叹了口气说，朋友的事找我帮帮忙，我不能不帮老婆放心。你出差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去接你是吗？我点点头道，那你自己在家老实一点。对了，有空去看看李媛媛吧，最近我太忙，都没空去看她。听到我提起李媛媛，她的表情有些不自然，眼神也开始飘忽。以前我从未注意过她的这些小动作，但是现在我却看得清楚，难免也有些嫌弃曾经眼瞎的自己好好的，我去看她干嘛？等你回来再去吧。她有些不耐烦的应了一声，便没再看我。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就直接去了公司。洪梦已经给我安排了一个小项目出差，最近这段时间公司就靠你守着了，不能让周鹤再从公司转走一分钱。离开前，我再次提醒洪梦，她笑着向我保证，艾总放心，现在财务部有你下发的文件，公司走账没有你我的签字，根本转不出去。如果周瑜敢私自转账出去，我就马上报警，正好可以一锅端。如果他们不私自转账，又跟众毅那边签了合同，他们没有资金，项目根本动不了。到时候违约金都能赔的，他倾家荡产。当然吴总那边说了，会在你离婚以后再告他，但是洪梦却劝我还是接一下，我猜现在周鹤就在他那里，他们这是在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出差呢？我这才重新整理表情，假笑着接通了视频，圆圆怎么了？我假意关心，视频里的女人躺在床上，看样子已经回到了家里，什么时候出院的我都不知道，最近没有去关心她。慢慢你最近都没来看我，你也不来看你干儿子。他俏皮的撅嘴撒娇，这是他最喜欢对我做的动作。以前她是我闺蜜，我会觉得俏皮可爱，现在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矫揉造作。我忙啊，我不忙着挣钱，哪里有钱帮你养儿子？我现在还要去 K 市出差呢。没忍住，我还是讥笑着嘲讽了一声，但是明显对方没听出来我的挖苦，他以为我还是那个曾经嚷嚷着赚钱养闺蜜的傻白甜。那好吧，那么辛苦啦，再过1个星期我就出月子了，你到时候能回来看我吗？他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在视频里满含希望的看我，我轻笑一声，点点头，当然，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给你送上一份大礼的，就知道慢慢你最好啦。他做了一个兴奋的动作，显得很可爱，但是也因为这个动作，手机幅度过大，照到了旁边男人的一个肩膀，哪怕只是一个肩膀，我依旧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周鹤。果然，侯梦说的没错，周鹤就在李媛媛那里，这个视频就是来刺探情况的。对面的李媛媛明显慌了，她赶紧把手机拿稳，对准自己。我故意开口问道，你旁边的人是谁？是孩子的爸爸吗？不是。李媛媛急忙否认，可能又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激烈，她深深的吐了口气道，是家里亲戚过来看看的，你要准备出发了吗？我就不打扰你了，回来了记得来看我哟。她说完，直接挂断了视频，一副心虚的模样，也不知道是真的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她总是在试图挑衅我。侯梦见状冷笑一声，星号星号，然后便送我出发去了机场。本来就是个小项目，根本不需要我来。现在我来了，对方公司受宠若惊，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原本需要4-5天完成的工作，2天就解决了，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公司现在的情况。第二天下午，洪梦就告诉我周贺去公司了，并且直接就去找了财务经理周宇。没多久，出纳就拿着一份货款单过来，让洪梦签字。洪梦仔细查了货款内容，没有一点问题，但他依旧没有签字，所以周贺被逼得亲自去找了洪梦，问他为什么不签字。洪梦根本不搭理他，不论那人是怎么叫嚣，还是好声好气的说他都不肯签字，他怎么这么着急？听吴总说，他们上午刚签了合同，就等着这笔钱去供应商那里买货呢。洪梦一边敷衍周贺，一边跟我聊天，他手里什么都没有，也敢签合同。不得不说，我爸说的对，周贺这人不是干大事的，成事不足。吴总那边给的太多了，前期的货款据说也给的及时。吴总，他做了什么？我敏锐的意识到，那位吴总似乎又做了什么。那边的洪梦发了个得意的表情过来，说他把给周贺的价格提高了10%，但要求就是前期货款占比少。而且如果周贺一旦违约，那赔偿也更多。这无疑是给周贺一针强心剂，毕竟10%的提价对他来说那是白白增加了一笔财富，他怎么可能拒绝？吴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帮我？洪梦，你老实说清楚，你跟着吴老板到底什么关系？我早就发现这丫头似乎跟那位中意的吴老板联系过密切了些。这一次洪梦没有及时回复我，我也不催。过了好久，他打来了电话，周贺在我这摔了一个杯子后摔门走了，我怀疑他会给你打电话，最近你别接他电话，我已经联系律师给你准备离婚材料了。我轻轻的嗯了一声，继续道，你还没告诉我你跟中意的吴总怎么回事呢？那边沉默了一下，叹了口气，就知道瞒不过你，他呀，是我的一个学长，真的只是学长这么简单。我轻笑一声，调笑道，他在追我。果然，在确定了自己的猜想过后，我开始有了浓烈的危机感等等。洪梦，你不会去中意吧？艾总想什么呢？当初是你栽培的我不会离开公司的，而且感情跟事业我分得很清楚。他的声音很坚定，我知道自从他前男友劈腿以后，他的重心就全部都在事业上了，所以他这么说我倒是相信他的话，都是被男人伤害的。人与这方面我没办法给他建议，只能承诺他这次帮我收拾了渣男，我会给他涨工资。挂了电话，周贺的电话果然打了过来，只是我没有接，最后干脆拉黑了他的号码。紧接着微信就响了起来，老婆，你怎么不接电话？老婆，你还好吧？你接电话啊，我很担心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这边有点事，要你确认一下他的消息一直没断过，我本没打算回，这些年一心扑在工作上，还真的少有这样放松的时候。跟周贺结婚以来，我以为我们感情亲厚，却没想到不过是那狗男人的逢场作戏，而我却心甘情愿的挣钱给他养女人，竟是从来没有自己享受分毫。等律师那边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也做好了回城的准备，也不知道是我潜意识的故意，还是真就那么巧，我回家那天正好就是李圆圆出月子。那天坐上飞机的时候，我专门确认了自己准备好的横幅，还有请来拉横幅的人已经到位。下了飞机，洪梦亲自来机场接我，现在去李圆圆他们小区，我点点头，当然，毕竟我亲自准备的大礼，自然是要亲眼看看的。洪梦点点头，开车带着我去了洪梦的小区。我们没有出面，而是把车停在了小区门口。看到门口我请来拉横幅的人，他们排成一排7-8个人，拉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李家有女生爱我夫，作为正妻，特来提夫提亲纳妾。在这排大字下面还专门用括号标注，是一栋502李家的李圆圆女士。这时正是中午，小区进出的人不少。这条横幅很快就吸引了路过居民的注意，他们对着横幅指指点点，还有人讨论起一栋502来。在家呀，我知道他家女儿不是刚生了的孩子吗？是啊，听说是未婚先孕，原来孩子他爸是别人的老公啊，我早就说那家女儿不正经了，也不怎么工作，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到处招摇。是啊，这人啊，就是相由心生，一看他面相就不是什么好人，瞧着就是狐媚香。讨论的人越来越多，我找来的人也很专业，站在那里任由别人看，有看不清的还主动上前一点，但凡有人问，他们就会回答，对对对，就是一栋502的那个李圆圆勾引自己闺蜜的老公。是啊，孩子都有了。我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有些好笑，同时也看到有人拿起手机拍了照要发到网上，我也不阻止，毕竟这事儿闹大了，丢脸的又不是我。很快，周贺就从小区里面跑了出来，看来他们已经接到了消息。他看到横幅上的内容气得不行，要上手撕横幅，奈何我找的这些人一个个都人高马大，而且人数也占优势，他根本碰都碰不到。没办法，他只能转身回头去找小区的保安。可是小区保安却嫌弃的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只负责小区内的治安，他们这是在小区外面，也没有治安危险，我们为什么要管你？就是那个小三的姘头是吧？很快就有人认出来。周贺有几个阿姨指着周贺道，就是他这段时间天天往李家跑，是在给那李家丫头凑月子呢。他老婆我见过可标致一姑娘了，这男人眼瞎呀。周贺被一群人指着鼻子骂，又羞又气。
没办法，一跺脚只能返回小区，而那些业主更是跟在他后面骂。很快，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下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周贺的号码从黑名单放了出来。老婆，你回来了吗？他有些紧张，有些小心翼翼，似乎是在试探。看样子他还在寄希望于那条横幅跟我无关。我嗤笑一声，你说呢？你不是看到那条横幅了吗？老婆，你听我解释。他下意识的开口解释，可我却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不用解释了，等着签离婚协议吧。说完我就挂了电话。洪梦朝我竖起来大拇指。周宇，那边你打算怎么弄？我瞥了他一眼，轻笑道，查账报警吧。洪梦满意的点点头，低头再按了几下手机，应该是吩咐查账的事情。其实这些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现在查账就是走个过场。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打电话来的是李媛媛。我朝着洪梦一笑，接通了电话，怎么样？李媛媛，我这个满月礼你还满意吗？对面似乎被噎了一下，过了好久才听到他咬着牙按耐住性子说道，曼曼，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跟周贺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不是我想的那样？你跟法官说去吧。你什么意思？艾曼，你要告我？李媛媛着急了，提高了音量，甚至都没喊我曼曼。当然，你这2年从周贺那里拿了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那可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我是可以起诉追回的。艾玛，你不能这样，你那么有钱，怎么能因为这点钱起诉我？他的声音几乎冲破了手机，像是整个人要从手机里钻出来一样。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只等他那边安静下来才开口道，我有钱可不是拿来给周贺养小三的，等着法院的传票吧。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没再给他胡搅蛮缠的机会。我让侯梦先回公司处理事情，而我自己决定回家把家里都清扫一遍，通知家政阿姨赶过来，把周贺的东西全部打包，还有一些他的奢侈品，一部分我送给了阿姨，一部分我准备直接卖掉。周贺就是这时候赶回来的，他看着家里关于他的东西都在被收拾，整个人显得戾气格外重，眼睛瞪得像头牛。艾玛，你什么意思？还能什么意思？我要跟你离婚呗。我坐在沙发上，满脸嫌弃的看向他，你要跟我离婚？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凭什么？我故意朝着他莞尔一笑，笑得极具嘲讽，当然是凭你婚内出轨呀，你可真厉害，出轨我身边人，谁给你的胆子？我没有。他下意识的反驳，整个人看上去义愤填膺，又有些委屈。如果不是知道真相，我还以为自己冤枉他了。艾玛，你不能因为腻了，我就给我扣出轨的帽子。周贺，你以为我没有证据会乱说？我拿出之前私家侦探拍的照片丢到他的脸上，在看清照片上的内容后，他脸色惨白，紧咬着嘴唇，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你调查我，怎么要说我不信任？你说我不该调查你，周贺，你自己看看，你配得上我的信任吗？我嗤笑一声，又道，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李媛媛生的那个孩子是你的吧？亲子鉴定一出来，你想跑都跑不掉，像是要把这些年来的怒气全部发出来一样，他整个人看上去有些亢奋，你知不知道，都是你们家里人的打压，才让我的才华埋没。我自己原本可以搏出一番天地的，现在的我可是能跟众议合作的合作商，失去我这样的人才，损失的是你，是你们艾家损失。我嗤笑一声，就你那个在我公司偷钱养出来的破公司，靠着我的人脉养了1年也没起色的公司，你也好意思吹你现在有钱给中医做货吗？你知道一旦拿不出货就会被中医追责，赔得你倾家荡产吗？他不可思议的看着我，你知道怎么拿了我的钱开公司，还不许我知道，当然那些钱我总得让你吐出来的。再说你说我们艾家打压你，你能要点脸吗？周贺，当初我爸明明说了，给你机会让你出去打拼，你自己不去的，现在还好意思说我们艾家打压，你怎么给你钱？你不去偷公司的钱，你就去了。此时的我对这个男人除了失望，更多的是厌恶。看着他那一副浑身怨气的模样，我是真的后悔没能早点发现他的真面目。可能是我提到的众议追责，他慌了，并且马上反应过来众议合同里的那些奇怪的条款，这是你的局，你故意引诱我签下那份合同。我引诱你周贺，我什么时候引诱你了？我可没插手你签合同的任何事情，不是你自己承诺要快点赚钱，摆脱我去娶李媛媛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好这时家政阿姨已经把她的东西都打包好了，她有些紧张的站在一旁不敢上前。我好笑的冲她招手，去叫货拉拉把这些东西都送到秀月小区11栋502。艾玛，你什么意思？周贺朝着我怒吼，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被扫地出门，看不出来送你去你小情人那里啊，这房子是我的，我现在不让你住，你就没得住，门口的指纹我会取消，这个小区你也不会再进来了。说完，我不管他瞪着我冒火的眼神，拨通了物业的电话，让他们来赶人，你自己出去还是让物业抬你出去，自己决定。打完电话，我放下手机，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我知道他这个人要面子，不会等到被人抬出去，所以他咬牙切齿，骂骂咧咧出去，我并不意外。离婚律师那边也给了消息，他现在已经准备送离婚文件去李媛媛家等。周贺不出意外，他会说服周贺明天跟我去领离婚证，
侯梦那边也给了好消息，周宇那边见到查账的时候就慌了，看到警察来的时候，当场就跪下说一切都是周贺指使的，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周贺跟李媛媛欠我的总得还回来，不知道律师怎么跟周贺沟通的。总之第二天他主动联系我去申请离婚，如果不是必须本人到场，我是真的不愿意再看周贺一眼。民政局门口，他眼眶发黑，整个人看上去都很萎靡，你真的要赶尽杀绝？他怨恨地看着我，似乎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狠。我笑了一下，根本没搭理他。他跟李媛媛商量着偷我公司的钱，另起炉灶，计划甩开我双宿。双七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绝？申请离婚登记后，我只需要静等30天就能拿到结婚证了。另一边，公司已经开始起诉周宇和周贺转移公司财产的事，而我个人也已经起诉李媛媛，追回周贺当初赠与他的那些钱财和购买的奢侈品。律师进行财产清算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媛媛他们现在住的那套屋子原本是租的，后来周贺以李媛媛的名义买了下来，好在律师说这些钱都可以追回。不过也由此可见，这些年我没在财务上面约束周贺，这才让他有了这么多私房钱，而且他那家小公司赚的钱只怕也都花在了李媛媛身上了。因为这2起官司，钟贺跟李媛媛这些日子过得焦头烂额，实在没办法了，2个人都开始给我打电话，求我放过他们，可我又不是什么圣母白莲花，凭什么放过他们？这天刚下班走出大楼，就看到李媛媛的母亲徐阿姨在公司门口站着，看到我出来，她快速的跑了过来。这女人似乎还是有些羞耻心，她有些不好意思的看了我一眼，慢慢我已经知道媛媛做的那些事了，是她不对，我已经骂过她了，我也不知道她好好一个丫头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可是你们毕竟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他已经知道错了，你就放过他好不好？他现在已经得了抑郁症，他已经很可怜了，你就放过他好不好？说着，他直接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引得路过的人都看了过来。他一个穿着朴素的大妈跪在我这样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面前，实在是容易让人误会，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越来越不善了。许阿姨，你先起来，我现在想说回之前说的他有羞耻心的话，真有羞耻心就不可能做出这么星号的事。不。你不放过媛媛，我不起来，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媛媛吧，你们这么大的公司，何必抓着媛媛不放？他一边哭一边嚎，声音越来越大，我的脸也越来越黑。够了，我看你年纪大，叫你一声阿姨是尊重你。徐云，你要是再不起来，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一个老婆子，你打算怎样对我不客气？你难不成还想打我老婆子？他脖子一横，蛮不讲理道，周围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指指点点的声音越来越大，眼看舆论已经转向了这个女人，我一咬牙，也干脆喊了出来。徐阿姨，你还要我怎样？你女儿勾引我老公，还给我老公生了个儿子，我不哭不闹，主动跟老公离婚，让给你女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要来我公司堵我，是不是要把我逼死了才作数？我一边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眼泪，一边委屈道，我把你女儿当闺蜜，她去勾引我老公，你们一家是在把我的脸面丢在地上踩呀？徐艺云没想到我也会哭诉，整个人愣了一下，她指着我的鼻子，过了好久才憋出一句，你这是污蔑。是不是污蔑？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女儿生的那个孩子是谁的，你们也清楚。你要是觉得我污蔑大，可以去告我，到时当着法官的面做了亲子鉴定，真相自然就出来了。我咬着牙，做足了受伤女人的模样，伤心欲绝。很快，洪梦也从楼上下来，她一把把我护到身后，指着徐云狠狠道，你们一家人破坏别人家庭还不够吗？还要来公司逼迫我们？艾总，你们简直欺人太甚。周围围观的人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徐依云眼看没有达到目的，还惹了一身骂，连忙从地上爬起来，灰溜溜的跑了，身后全是指指点点的谩骂声。我沉下脸来，让洪梦跟律师沟通，记得把这笔账也算进去。1个月后，我拿到了离婚证，而仲义也因为一直见不到货，也把周贺那家破公司告了。作为企业法人代表，周贺接我的案子过后，再次站在了被告席，看到我，他眼里全是恨意。艾玛，你把我赶出去，你要我住在哪里？关我什么事？你去找周贺啊。当然，现在的周贺因为私自转移我公司财产已经被抓了，李媛媛不仅需要搬出这套屋子，还需要返还以前周贺给她发的红包，买的那些奢侈品，所以提起周贺，李媛媛眼里的恨意更浓了，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好后悔好后悔，招惹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对自己的朋友下手都这么狠，我的朋友，你配吗？我嗤笑一声，环顾一周，屋子里冷冷清清，估计能卖的都被卖了。我劝你还是快点搬出去，不然等法院的人来，你可就得拘留了。说完，我耀武扬威的带着自己的人走出了那套房子。我艾曼活了快30年，嫁给周贺，认识李媛媛，大概是人生最大的败笔。但是他们2个人算计我，将会是他们这一辈子最不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会把他们按死，让他们这辈子都没办法冒头。后来的事情我没再管，都是侯梦在处理。听他说，李媛媛因为被赶出那套屋子没地方去，原本的存款都被要求退给我了。
最后只能带着孩子被他妈带回乡下等周贺出出。是的，周贺因为经济犯罪被判了2年6个，我的那些钱他根本赔不起，只能去监狱待着。知道那2人现在过得很惨，我整个人都痛快了。而且因为上次的横幅事件，我也跟着小火了一把。网友说我聪明又霸气，公司的市值也跟着涨了一波。扔了的假闺蜜踹了个渣男，能有这效果，我也满足了。全文完结。